好，走。刚刚看到，麦卡锡在他的就职演说的时候，那个场面真的很难看。对，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好冷淡哦，那我在旁边看的我都快睡着了，一点声音没有，零星的掌声。可以讲到一个关键字 ，China 以后，大家都兴奋了。而且 China 目前可以说是民主共和两党他们的兴奋剂。为什么？你只要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两党都有非常会有多。他们或许在国内的政见，他们南辕北辙，但是对付中国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你知道美国人呢？你讲到 China 就烧起来了。你知道美国人其实有时候蛮单纯的，他们知道国家只要有一个总体方向。我现在告诉你 ，China 就是敌人的时候，整个美国人都亢奋了起来。对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敌人，那个敌人就是 China。现在民主共和党都告诉我们这件事，所以你看他演说里面来讲了很多，大家都不理他。讲到 China， 大家起来鼓掌，还不止这样，他这个他就任众议院院长之后，马上要成立一个叫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。这个议题呢，就没想到365票赞成，65票反对。跟他只有低空掠过这个所谓担任议长，这其实是南辕北辙，表示这个两党都非常支持这件事。好，那不止这样，其实现在谁看得很紧张的？中国看得很紧张。他说什么？这是中国网络上留了一个文章，说美国这场恐怖表演还在继续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麦卡锡，美国现在第3号人物，他可以说是非常抗中的。他是抗中了，他不是反中，他是抗中。对，那他比反中更强烈。好，他已经，你记不记得他在这个之前说，如果我当选了众议院院长的时候，我要来台湾访问。所以看起来他搞不好他会来台湾。今年上半年搞不好他就来台湾。一个裴洛西还不够吗？又来一个麦卡锡。你觉得他会不会这样表演？所以你看，中国为什么说美国的这场恐怖表演还在继续？因为他们知道麦卡锡嘛，麦卡锡就是有可能会来到台湾来。所以呢，事实上这个他就任之后，真的让中国人觉得说，糟糕，这个美国问题很难解决一个状况。而且刚刚讲到的，美国现在的反中或者美国现在的抗中，已经不是一个概念阶段，也不是一个计划阶段，也不是一个嘴巴说的阶段。现在美国的一个抗中反中，它已经完全进行了一个全面包围、一个全面部署的部分。所以刚刚讲到的，在整个晶片上面，中国已经受到强大的打击。现在更可怕的讲到，现在已经2+2跟日本2+2，现在跟日本2+的非常清楚是。美日已经变成了同盟了，现在不是美日变成同盟，英日也变成同盟了。英日同盟情况下，刚刚讲到的，我要解开日本所有研发军事的捆龙锁，我要加强两边的军备，两边的驻地，我的军事设备我都可以互相使用。这个搞下去还得了啊？宝姐，我们都说好，或许过去是个概念，但是你看。共和党现在所把持的众议院一定会很多加码，可是你说拜登能怎么做？他当然也跟你加码，踩油门。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他们2+2的会谈里面来说，这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的2+2里面已经确定了美日未来2个国家更加紧密的同盟，包括说机场大家可以互相使用，国防武器上面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，那确保说台海的安全之外，你看前一阵子来说，日本不是跟英国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吗？所以你看，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国家都加入了所谓的反中的行列里面。那你更不用讲，今天晚上的时候，岸田文雄就要抵达华盛顿，他要跟拜登谈什么？拜登谈第一个，当然军事国防的问题没有问题，再来半导体的控制他也要谈，还有什么未来科技的封锁。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现在美国想的真的是完全，美国人现在真的是他已经调整一致了。我很多纷乱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那毫无疑问就是中国。好，那刚刚讲到的，美国对中国的包围是全面性的，在军事上面，我当时拉满弓，但是死而不发。是，可是对整个经济上面已经进行了一个总动员、总攻击。